好戏开场。哇！外国冠军高调来滑踢馆，招惹谁不好，非要招惹打外国人最狠的魏睿。开局还给魏睿来了个下马威，3次击倒给魏睿带来了巨大威胁。下1秒临门一脚踢断了外国冠军的脖子，这一脚堪称是当晚的最佳一脚。刚才还因为魏睿被击倒而高兴的外国小妞，此时他们的脸一个比一个耷拉的长。外国冠军叫布韦，来自荷兰，仗着自己国家是搏击王国和自身高大上的荣誉，于是便高调来滑踢馆，并扬言魏睿只是一个会3脚猫功夫的小猫咪。真要是打起架来，魏睿连3招都顶不住。蓝色拳套就是这位口出狂言的外国冠军，红色拳套是魏睿。一开局这家伙就给魏睿来了个下马威，被击倒的魏睿并没有受到影响，重新站起来之后继续投入到了战斗之中。裁判扣分过啊，最后他改去跑去打 MMA， 但是呢，他结果在 MMA 比赛摔出别人，被人家背后裸脚啊，魏睿啊要特别小心。哦，这个荷兰选手真的是特别会摔，除了会摔之外，他的还没讲完又摔，真的是哦，他的近中远的拳腿。其实布韦最擅长的就是摔法，曾在赛场上多次摔倒对手，从而取得胜利。在自由搏击的赛场上，摔倒对手并不会因此而得到分数，被摔者也不会因为摔倒而丢失点数，除了影响作战状态以外，其余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但是呢，今天对上了这位荷兰选手，能不能全身而退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啊，又要被摔，哎呀，还好魏睿跑得快。那魏睿自从上场比赛跟丹尼斯，魏睿可是身经百战的拳坛王者，他这点小伎俩早就被魏睿所识破。前面的3次摔倒，非但没有影响到魏睿的作战状态，并且还让魏睿彻彻底底的看清楚了布韦的意图。被摔了3次的魏睿，岂会在露出破绽让布韦的计谋得逞？那现在魏睿开始有所防备，防住了他的膝跟做摔的企图，不然老被摔啊，真的不行。那能不能有办法反摔呢？我们来看一下魏睿。现在要做一些散打的涮摔，但是呢没抓到他的脚。魏睿的搏击技术基本上没有人能与之抗衡。真要是等到魏睿发怒的时刻，那么等待布韦的将只会是挨揍。然而布韦摔法出众的同时，拳法也不错。在摔法被限制的同一时间，布韦也施展出了他那十分亮眼的拳法。赛场上出现踢裆行为是不可避免的，只要不太严重，都不会影响选手的作战状态。一裆还一裆，哇！这个不是英雄惜英雄的表现吗？好，魏巍深呼吸之后说：“他行。”互有踢裆的2位也算是一笑泯恩仇。比赛重新开始，布韦在荷兰擂台拥有十分庞大的拳迷粉丝群体，自身的搏击技术也是非常的高超，并不会因为踢裆而影响整体的作战状态。连续的拳脚对拼让比赛达到了高潮阶段。响彻云霄，这个声音非常的响亮。那我们这个蓝方选手他做一个转身的后踹，踹到了，还好踹到了魏睿的髋骨，没有踹到肋骨。目前魏睿被摔过几次之后，大概比较熟悉对方的一个。布韦的战术打法非常激进，时时刻刻都在猛攻魏睿内围做动作。然而魏睿也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拳坛老将，岂会轻易被布韦的3板斧所震慑到？比赛时间过得非常迅速，很快就来到了第2回合。魏睿在第1回合也没有使出全力，只是在用试探进攻，试探着布韦的底细，以免在后续的比赛时间中遭到背刺。好的，近身，又企图摔，继续，节奏非常的快，但是刚刚魏睿的拳没有进入正确的距离，所以打空了。好，魏睿第2回合开始了。魏睿在此之前已经7个月没有打过比赛，所以他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适应，并且还要一道适应布韦的作战计划和战术打法。毕竟布韦不是什么善茬，能在比赛刚开始的30秒之内将魏睿快速击倒3次，足以证明布韦在赛前做足了充分准备，只为打败魏睿，接管魏睿在国内的地位与排名。南方选手招式变化多，落点多而且有时候你在忙着抗摔，忙着做一些平衡的时候，对方又会接着转变招攻击，终于被推走了。不得不说，布韦不愧是出生于搏击王国的男人，打起架来就是一场凶猛。
根本不给魏睿太多的适应时间，全部都是猛打猛冲攻击魏睿。持续的拳脚进攻确实给魏睿带来了不少麻烦，然而魏睿也从中逐渐看透了部委的计划，快速的防守反击也是让部委吃到了不少苦头。好找到空档，给予致命的一击。好，刚刚魏睿打一个防反，目前进入的肉搏战，近身细节差点上头。熟悉比赛节奏、适应比赛环境的魏睿，开始逐渐提升进攻攻势，以此来打压信心十足的部委。在部委没有来到中国擂台之前，他可谓是风靡万千，整个欧洲擂台部委都找不到几个像样的对手，招惹谁不好，非要招惹魏睿。看来这一次魏睿要不好好教他做人，恐怕部委后续还会在中国擂台上面搞事情。裁判在开始盯我们这个蓝方选手的估计。刚刚蓝方选手做了一些变化，摔不成就变成后手的重拳。那魏睿现在开始要采取一些防守反击往后稍微退一小步，然后再向前进攻。蓝方也是往后退一小步，但是上前进攻步伐蓝方没跟上。蓝方其实他的步伐并不是十分。此时的魏睿准备以牙还牙，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，部委摔了魏睿3次，然而当下的魏睿便开始了报复计划。魏睿不仅要让部委感受到被摔的滋味，并且还要时时刻刻给部委制造巨大威胁。鼎鼎大名的搏击技术专家，在国外擂台可谓是大名鼎鼎，到了中国擂台却被一位7个月没打过比赛的魏睿死死压制住的同时，还要时刻遭受痛苦的暴揍。为了反击，但是呢，最后一回合比赛开始。那刚刚哇，好漂亮的一脚，听到“砰”的一声，全场欢声雷动。这个高鞭腿真的是太漂亮了。魏睿不仅要摔倒部委，还要踢断他的脖子。重振旗鼓的部委决定卷土重来，眼神空荡荡的部委没想到他的意志力如此坚定。要是换成其他人，或许魏睿的对手早就弃赛投降。脖子受损的部委作战状态已经远不如从前，再打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。有点撑不住啦，会不会击倒第2次了？目前还是在恍惚的状态，所以可能会被魏睿给吃掉了。魏睿连续重拳加地扫。没踢到。那看起来渐渐的 Berry 部委的高调出场加上赛前的大放厥词，还有在比赛刚开始的下马威，足以证明部委的实力不可小觑。只不过他在中国擂台遇见了比他厉害的高手，真要是魏睿的实力小状态差，说不定这一次还真让部委装成了。别看魏睿7个月没有打过比赛，但他照样可以快速适应比赛节奏和环境，持续给部委施加压力。又一个很清脆的高鞭。太漂亮了，魏睿还要追招，他的高鞭真的是非常的清脆，这个空手道了，他要赌一把舍身的转身的踹踢。体能消耗殆尽，作战状态也越来越差。照这样打下去的话，部委根本坚持不到比赛结束，就会被魏睿狠狠打趴下。不愧是出生在搏击王国的外国男子，这个不服输的气概非常值得去学习。然而魏睿也是非常的致敬，并没有趁人之危向状态不佳的部委发起猛烈攻击。有点踢到裆，第2次的中裆。好，近身了，推倒这个算击倒，这个牙套戴不上去。两位都是为了荣誉而战斗，魏睿并不会因为愤怒而下死手，让部委彻底失去战斗能力。俗话说，杀戮并非我本意，战斗只为碗中食。报价这个帅，Nike 的帅，这样行不行呢？我不知道要看裁判那对方应该没有吃过这样的摔法，所以他搞不清楚对方要干嘛。比赛结束。
最终魏睿成功打赢了比赛。在最后的时间，魏睿也没有为难不韦，只是把比赛拖到了结束，让裁判来结束这场酣畅淋漓的战斗。魏睿不仅赢了比赛，还赢了人品和对手的认可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魏睿打几分？